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哇，我们今天啊，我觉得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人，因为我们大叔中文还没有邀请到这样职业的人哦，所以是首先我感觉像另外一个大叔，你看4个大叔。可是这个我们的来宾，我们的来宾这位大叔比较帅一点啊，所以不好意思，好像是我们采访的小伙啊，你是小伙，不是大叔，对，你不是大叔，好来，对啊，我们还没有采访过这个摄影师，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不仅邀请到了摄影师来，而且他还是给很多这个大牌大咖明星照过相的摄影师，对，而且他同时是一位语言中文的学习者，所以这个太棒了啊！那这位来宾叫 Peter，欢迎，欢迎，谢谢，欢迎 Peter，你可不可以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第一就是我非常兴奋在这里。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因为我怕我中文都会忘记。你有小抄，把它都写下来。好，所以有的时候会往下面看一看。我是摄影师，我是在台北出生，然后5岁的时候来美国。小时候我那妈妈把中文帮我教得很好，我觉得。可是我现在45岁了。所以离开家也已经将近30快要30年了，那时间都一直没有说中文，就真的像我猜可能每一年最多全部中文加起来说了半个小时，所以我觉得从离开家到去年开始复习中文的时候，最多说了7、8个小时的中文。因为跟父母聊天以前都是我说以前就是8月前，对，都差不多都是用英文了，所以附近也没有什么华人，有华人都是说英文的。我从来有太多方向了，那非常兴奋在这里，对，一点兴奋，一点紧张，然后我也想要分享，就是很高兴在这里，觉得第一就是我有3位中文老师、师傅老师可以学的，所以我就想有点像一个免费的课，对不对？3位老师我想提一下，就是 Peter 他其实中文底子很好，他的就是4声呀等等发音没有任何问题。他像你说可能就有吗？真的吗？对呀，真的很对，我觉得讲的蛮好的，就是有台湾腔啊，台湾腔呀，台湾腔听起来应该很舒服，对，很熟悉，对啊，对，这个 Peter 我想要特别，因为 Peter 我看到 Peter 我第一个感觉，我不晓得你们2位大叔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艺术家，他就是有一股艺术家的气质，所以 Peter 我很想问你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选择了摄影师这个工作呢？而且我们等一下还要问你这个工作做得很棒你还帮很多好莱坞的大明星拍过照，对不对 ？Peter， 你为什么选了摄影师这个工作呢？长大的时候，那个国内我觉得我其实不太理解这些艺术的东西，不知道可以真的是一种工作。我小时候蛮喜欢画图，可是我家人都是怎么说做那个电脑东西。我可以先说一个东西。好的。我上次看你们这个课，对不对？对，流利度、复杂度、正确度。我今天要考虑看，我要是哪一种？流利多一点，还是正确一点？所以我想我今天要流利一点，不是正确。所以对，可能把一点英文插进去，或没问题，可以啊，可以的，对，所以长大的过程，我都不太了解这些艺术的东西。然后小时候，我去大学的时候，就是专业学那个生意，对，商业是吗？商业，因为我真的不太想要学那些怎么说 engineering。数学那些，可是我以为，对啊，我以为
那种工作才能之后像可以养小孩、买房子的，对不对？对对，不一定要这么多，可是要这么多，对不对？要有，对不对？要有一点儿。对，可是我到大学的时候，真的学那个不太高兴。可是我看父母那么用功，我觉得工作那些不是应该高兴的，差不多养家人就好了嘛。特别就是我特别多的印象就是我在德州那时候常常要穿西装去，像不知道是就是还是大一嘛，可是要跟人家采访一下，就说我会做这个，那穿那个西装就一在那流汗。对，我有2个东西最不喜欢，一个就是就是那个不是苍蝇是什么？叮叮叮叮叮，蚊子。第二个就是流汗，那2个东西我最不喜欢。流汗不喜欢。对，所以穿那个西装在那里流汗，我就说哎呀，糟糕，不能。然后我就有一天发现有一个广告说可以去拍照一下，在为那个学校的报纸拍照一下，所以我从那里开始我就去摄影一下，就试一试。然后我找到一个我很有兴趣的东西，我就是非常那种 obsessive， 你知道 obsessive 着迷恋，非常着迷，着迷，对，找很多迷，就拍的还不错嘛，因为就非常非常爱这个东西。那时候觉得不会有这么多钱，也不会有这么多，就有这么多就好了，这么一点。那时候只是一个爱好，对吧？只是没有说你要去取代你的商业的工作。我开始是爱到，可是做了一会儿，我就跟父母说，我说我真的很爱做这个，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可是我会很用功的。我只是最近听到我父母听到我妈妈说，她其实那时候蛮紧张的，可是什么都没有说。我觉得父母不支持你就是支持你，他没有说这个是好主意，肯定去拍照没问题。对。可是他说你应该做你想要做的，然后他可能在外面哭一哭，然后又回来了。我觉得比较容易说用功，可是真的说我可能也有一点天分，做这些可能有一点天分。对。所以跟我其他同学比。还好我说中文，我朋友都不会看到这个，所以也不会尴尬。我拍的比他们好，你拍的比他们好。对，拍的比他们好。用英文说 "We are exactly the same"。一早起来就想拍照，晚上睡拍照，梦里也是拍照，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说，可是我在大学还有一些还不错的 internship， 就是有机会一个夏天学去一些就是美国比较大的报纸做，然后21岁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立刻找到一个工作。我21岁，平常人家会先去比较小的报纸做，就是做，之后年龄大一点才会到这个报纸。可是我就是刚开始就去了。你怎么找到的？你是比如说有认识的人，还是你看到这个机会，然后你去申请？拍照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叫 portfolio 嘛，就是你拍照过的东西，你的以前的这个作品，对吧？人家认可 Peter 的实力了，觉得 Peter 虽然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但拍照的水平很高。很棒，小伙子没听过，想小那个时候小伙子，那个时候小伙子，我听到果子，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报纸拍照就是 journalism， 对不对？就是新闻，对，所以蛮有兴趣的。可是拍到新闻的时候不能影响你那个图片里的东西，所以要是比如说一个人坐在那里，那前面有一大瓶水。丑的在那里嘛，我不能把它不可以拿走，不能拿走。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拍照那些人像的，然后所以那时候为那个报纸做就没有什么机会，所以我就差不多2年之后说谢谢大家，我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去找机会为那个杂志拍照。
明白了，杂志就是为新闻的话，你们有很多空间去发挥你的能力，没有自由。对，因为我年轻都非常喜欢电影，非常喜欢看电视剧。看杂志我想这里是 Julia Roberts， 这里是 Brad Pitt，我在中间跟大家一起想要跟明星一起拍照。所以之后就是慢慢来，我在德州拍照几年，然后就搬到纽约，我现在在洛杉矶，所以一直有接触，就是慢慢，就是一开始是拍到人家比较没兴趣，就是拍到商人，对，给商人拍照。Peter，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机会帮好莱坞的明星拍照？什么时候有这个机会？差不多2000初的时候 ，OK， 第一次。然后前面拍照的都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明星，可能可以说演员，小演员比较没有名气的小演员或很有名气，可是20年前，20年前有名气，过气了。以前大火，现在小火，现在对大家都慢慢不记得了呢。对，很多那很早，世界在变化，非常早。Peter， 你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帮好莱坞的明星拍照了，对不对？对。那你还记得你第一位好莱坞帮他拍照的明星比较知名一点的？对，第一位让你感到紧张的，你觉得我竟然可以给他拍照，会让你 impressed。对，没有 impressed， 可是我很喜欢是一个导演，我很喜欢他的电影。那时候就是 Woody Allen，我那时候 Woody Allen， 对， Woody Allen 拍过照片，对，天哪，对，所以那时候，OK， 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我现在比较不内向，因为20几年被训练这些，这个不是真的，我是真的是很内向的人，那时候他是不想要拍照，然后他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说 publicist。就在旁边管他的，说你可以拍这个，不能拍这个。这个经纪人是不是啊？经纪人吧，不是经纪人，帮他专门做宣传的嘛。这种做宣传的，这种宣传助手啊，宣传助理这种媒体助理，这些都有好几位。不，你们全部说的都是对，因为旁边好多人，好多人都有，所以大家说的都是差不多。比如说我现在拍照的时候，我就会去一个摄影室。然后我旁边会有很多就是帮助我的化妆电脑，我可能旁边会有10几个人跟我一起，助理都是你的助理，帮助你对吧？对，辅助你，帮助。那时候就是我自己背包里放很多东西，对，爬进去，爬很多楼梯进去，我到累得不得了，对，那旁边有很多其他的摄影师，所以大家就是因为开始就是小小的嘛，每5分钟别的人就是换一波人进去，换人去拍。像 Woody Allen 有个电影，对不对？一部电影，他要宣传，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不是为大杂志，我是小杂志，所以大家有10分钟。就是一面有一个采访在那里写的嘛，他在采访，然后摄影师在旁边对，所以你要找机会，他不是给你摆造型，是你需要抓住那个好的时机，然后拍到，对不对？应该是的，可是我不接受，我那时候很害羞，20岁很害羞，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些人都是洛杉矶来的，对不对？我找1-2个礼拜就找到他那个人的电话号码，我就跟他打电话了，我就说我知道他只是坐在那里拍照，可是我是他的粉丝，我也是你们的粉丝，你可以给我一点机会拍照一下，就把它放在旁边一点。我就是要特别拍照嘛，我带背景什么都带进来，全部爬楼梯都带进去。他们就说。不可能，没有时间，没有人这样的。我就说，没关系，我这一次我带进去，有机会就有机会，没机会就没机会就。所以进去的时候，他被采访的时候嘛，那记得只有10分钟，全部只有10分钟。我就在那里快把我的背景放上去，把我的闪光灯就放上去然后采访，对，我跟那个不知道怎么说写字人 writer 对不对？对，我就跟他说编剧吧，我说。我知道你只有10分钟，
可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在后面拍照？对，他已经做事做了很久了，他什么都没关系，他说哎随便可以没关系，赶快这样啊。所以8分钟来的时候，我就说哦，Woody Allen 导演你好，我们就来这边好一好，好不好？然后他已经采访了好几波别人了，他说去那里怎么样？我就说啊，请你来。我那时候现在我就是比较勇敢一点，我就说好，很高兴见到你们。那时候我就是我的方法就是假装什么不懂，就是哦对啊，就来这里不懂啊，对对对对啊，他就说 no， 我不是去那里。对，那我就说不是 yeah just over here right， 然后最后他就说 OK 好了，被你的这个执着给打败了，他就坐在那里，然后我闪光灯在这里，摄影师，那时候是摄影师 film， 对不对？就是36张的，教现在你们年轻那个粉丝是古时候我们怎么拍照，古时候的，那是古时候的，对，底片，摸胡子拍，所以我在拍照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不动，对，可是我想要是我一直拍照，他就不能动了嘛，因为我只有2分钟，所以有两个照相机。click 36，再换啊，72，然后已经一直按，没有让他换姿势，一直按，他换了一点姿势。那最后我说哦，再一张把那个 film 要拿出来放，那个人就是说不能了，因为他旁边很多人嘛，他就说他们就说差不多了。你已经过了你的时间了，我就说哦，好，谢谢所以争分夺秒啊，真是对。但是你拍到了你要的东西啊，对不对？拍到了，那时候现在我跟人家拍照的时候就有就是有几个小时，甚至拍到1天嘛。可是那时候觉得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在我的那个lens 怎么说镜头前，对，就非常兴奋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是这样子，2分钟3分钟，对，慢慢这样子，然后以后你越来越有名之后，人家给你的时间就比较多了。对，我觉得人家常常会说，因为我差不多大家都拍照过嘛，对，很有名的明星，大部分的总统都拍照过，人家说哦你就很有名，对不对？我就说你可以。要说我问你们说你认识几个摄影师，可以说几个名字，可能是0或1，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我没有名，可是我拍照他们就是有名，所以他们给我多时间，有可能一点点是我在那里，可是我感觉到是因为我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怎么说？杂志封面写下来了，杂志封面上或一个很大的广告，我很多照片会在像纽约的 Times Square 或世界各地都有，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对他们不是觉得我什么特别东西，随便拍而已，对，可是我拍的时候会放在重要的封面上面，他们就知道哇 ，Peter 拍的东西会把我放在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杂志上，对不对？对，我的客户。会放在很多地方，所以他们会对你会对你印象深刻。不过 Peter， 我很好奇，你到底拍过哪些很有名的人？你可不可以讲出来，让我们大家听？讲不完吧？举几个有名的，然后这个等一下你讲完，我还要问你，你对哪一个人印象最深刻？然后为什么？好啊，你先告诉我们有哪些人？对，好，所以先从President 开始说起嘛，就是现在知道了政界、政商界已经知道了，对吧？明星界都有。从政治人物开始说啊，政治人物就是Trump、Obama、特朗普、Clinton、OK、Bush，就该拍都拍过了，就是重要的人物，对，他们拍过，都有了。然后对啊，政客、歌手就是大部分 Justin Bieber。我 Justin Bieber 其实从他14岁就拍照了，14岁到最近，14岁到最近，
所以我认识他蛮久。开始的时候，他14岁的时候，我们在 Atlanta，在一个帮一个杂志叫 People Magazine 拍照。那时候给他还是个孩子，对吗？孩子还记得，因为他变了一些了。有很多故事。我还记得，就是拍照的时候要有一个 guitar 嘛，然后一个耳机，就是拍照用那个在里面拍照。然后拍完的时候说：“哦，这个耳机送给你。”他那时候14岁，这个东西几块钱，美金60块左右，他就好感谢，说：“哇，这个给我啊，这东西要给我。”真的，几年以后他去那拍照，开一个 Lamborghini 嘛，对不对？开一个意大利 Lamborghini， 就好像很快会变，很快变了。对，那些 Bieber、Taylor Swift， 然后演员就是 The Rock， 然后George Clooney， 然后就是运动拍照 LeBron James。Steph Curry， 詹姆斯，对，我很喜欢看篮球。真的，我开始的时候谁都有点怕，因为当摄影师就是当导演一下，你就是一个三角形，你在上面，大家在下面说你要做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非常不习惯、不舒服，所以我在那里甚至会像从人家进来说摄影师在哪里，我就在后边调一调那些灯，故意调那些设备调一调，我不说话。但是大家都在等你，我现在那些现在都不动了。那时候就说好怕，就觉得好多责任对。那你怎么克服？你现在好多了，你怎么克服的？对，20几年了，20几年，熟能生巧呀，熟能生巧。对，就是一定要嘛，要是你多啰嗦。对，一天好像就像一天到晚举重，你多落都会有一天会有一点肌肉嘛，对不对？所以对，没错。而且你有天赋，你又很努力，很喜欢这个事情，所以肯定做的会越来越好的，因为你很有天赋嘛，对不对？对，我觉得 Peter 是有天赋的。不知道，就是用功，对，他刚才也说了，很细心，会提前联系这个团队，然后到时候也会抓住机会。我觉得 Peter 感觉好像工作的态度啊，又有天赋又努力，对，很主动。对，那这个 Peter， 我们想要问一下关于你学习中文的这个历程。这是我最喜欢的题目。对，真的吗？因为你虽然你在台北出生，但是没有几个月，你刚刚说5个月嘛，你就到5岁吧？5岁还是5个月？5岁，5岁，5岁你就到美国了。对，5岁就到美国去住了。那其实你学中文的时间并没有很长，一定是后来跟父母亲学的。那你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的？来美国的时候，对我就是5岁的词汇，5岁的中文水平。对，来美国搬到一个地方叫 Oklahoma，1982年搬到 Oklahoma，一位华人都没有，所以就在学校。我记得我去学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中文的小孩。可能是 Oklahoma 第2个中国人，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对，那老时候那个华人在美国的题目是全部是不同的题目，可是1982年在 Oklahoma 肯定不是很容易的时间，可是他不准我跟他说英文，不准我跟他说中文，因为他说英文要学我的老师。对，我还记得那时候多困难，可是我就很快，我从一句话不会说，到我就是成绩单，1年级的时候成绩单就说我英文什么都是 above grade level， 对，就是比人家好一点，就是优秀了，就是优秀，就是对，稍微优秀一点。我真的要说，我那个妈妈，我小时候嘛，她是因为她在台湾的时候，他是老师，小时候教我中文，他跟我说中文，这是小时候，天天晚上我们有书，是怎么说，12本书，就是1年每一月有1本书，
每一本书有30个故事，就是每天有一个故事。汉生小百科，汉生小百科好像是一本听不懂，可是听得很好，对，差不多。我也读那个长大的，对。台湾有那个，应该是那个。每个月它有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都有大概20-30篇故事，很好看啊。可能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不同颜色。对，然后这么大一本。相当于大陆的那个故事会吧？对，就是那个，肯定是那个。前面封面是圈圈的吗？封面是这些圈圈，一模一样的故事，一模一样的故事，很好看。对，繁体字。你俩是同龄人吧？同龄，差不多，可能。我们怎么说？现在可能就是，要是我没有搬家，就是在台湾就是哥们儿，对不对？对。我妈每天晚上就是录音。读一篇给我听故事，对，1年就读了365故事。那之后，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我小时候，因为我可能7、8岁他就录完了嘛，我到我10几岁，每天晚上睡觉就是听那个录影带睡觉的，就是像有一种英文就是 white noise，对不对？没听就没办法睡，所以每天晚上，然后那故事可以学中文，可是学历史。学那些什么诸葛亮、孙悟空，很多那个中文的经典故事都在里面，经典都学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心里很多华裔搬到美国就是不知道是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人，语言不太会说。我早就有美国护照，可是我从在台湾到现在，人家说你是什么，我就说中国人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这样长大，这样被教的。我那些故事都是还记得，所以我觉得语言是一部分，可是文化也是一部分。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吃中国食物，所以全部加起来。对，所以那你那个时候跟妈妈就是聊天的时候都是用国语吗？还是只是听故事，但是不说？开始是说国语，全部说国语。可是时间过以后，我觉得妈妈一直是在公司，都是跟美国人上班，她越来越习惯说英语。现在就是我听在那个台湾大陆讲话都是英语中文混起来。对我现在我最近我妈妈来看看我们，我想要她跟女儿说中文，因为我跟女儿等一下说100%中文嘛，她都没办法，她可能说她自己都做不到了，英文比中文说的对，因为她跟朋友说都是一半一半。那最好笑的就是我想要学中文，她就会说今天我要去 museum。就像 museum 就是那个单词我想要学的嘛，就想要一般。我今天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说妈，怎么每一次要说一个我要学的东西就说成英文了？长大他跟我说越来越多英文啊，在学校外面什么都是英文，所以毕业的时候开始去大学，18岁可能就很少说中文了，你没有机会了。可是我觉得他小时候教我，对不对？因为我从18到45，去年一直没有说中文，可是那个小时候也跟爸爸说中文，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每天晚上听录影带，然后那些观念都是在我心里，就是像都忘不掉。最好笑的是之后我一直都是觉得我中文说得很好，因为很多我这些华裔朋友都就是不会说中文或不愿意说中文。是的，我一直都很喜欢说，很愿意说，只是没有什么机会说。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觉得我现在中文马马虎虎，可是你们应该听我8个月前说的中文。你们现在跟我聊天，我肯定一点都听不懂8个因为月前，我开始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因为要找东西可以学，可是也有兴趣嘛。听那些故事，就是一些学生的经验，一些那脚皮的经验，一点都听不懂。还记得那一期？我每一期都记得啊，我是你们最大的粉丝。太高兴了。那个都听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蛮有意思，一点都听不懂。然后学语言最好感、最觉得高兴的就是你听一听东西不懂，几个月回来再听，懂多一点，再几个月回来再听，全部都懂。对对，甚至能上节目了，是不是？对，听到可以上节目了。所以 Peter， 你是一直有这个中文的那一个部分在你的脑海里，然后你通过听这个节目给这个激发出来了，是吗？还是说？对，2019女儿生女儿，对女儿出生了。出来的时候，对所以那我的老婆，她是老婆好不好听？应该说妻子吗？老婆更好，老婆就叫妻子听着比较好，妻子太对，妻子太老套，太正式。对，中国现在没人说妻子，都说老婆。HSK 有妻子，但是生活中没人说这个。我小时候说太太太太也可以。妻子是你在 church 上面给她戴戒指的时候才会说。对对，就平常就叫老婆就行。对，我们讲老婆。我觉得里面有个老，就不知道是感觉到我现在好一点了，可是开始我最要学的就是我说一个东西，人家会有什么感觉，对不对？就是说的会不会礼貌，会不会好听？对，会担心这种，对，对。Peter， 等一下，你的老婆是美国人吗？我老婆是韩国人，可是她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是英文说的100%，韩语说了。100%，他是韩国人呢？5%可能不会说，不太会说。我觉得大部分在这里出生的小孩很少是会说母语，对，他们祖国的家的不会的。对，这个真的环境非常难，你要特别去学。对。然后他一直想要我们女儿知道2个语言， 2种语言，对，2种语言。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是宝宝，小宝宝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她唱一唱中文歌，说一说中文。那时候，现在回想说的中文真的是比较糟糕一点的，可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中文说的非常好，因为我没有练习，都会说一说，在餐馆可以说那时候。我要牛肉面，对，牛肉面，那只会点2个菜，不怕点其他的菜，因为不会，因为我到现在还不会读嘛，文盲，所以一开始就有中文非常好，因为我就是会，然后我甚至去那个拍照，就是以前一些在中国的 CEO 或拍照姚明，拍照一些。我还拍照那个杨紫琼，对，我都是找机会说，我都是找机会说中文的。那时候说中文觉得很困难，可是我说我想我都没练习，说的这么好，就是很棒。你觉得我第一步有5层，第一层觉得说很好，我真的要学中文的时候，然后等一下回去说为什么要学中文，真的要学中文的时候。去网上听人家，那听你们，一句都不懂。然后听那些，我听像 Grace Mandarin 还是什么，就是教最普遍的中文，说，对，我这么多东西都不知道那跟人家讲话，我可以说我高兴不高兴，伤心，我可以说把这个放在那里。可是真的要描述东西，什么都说不出来。跟父母聊天，最多可以说1-2分钟的中文，头脑就变热了，一直在转，就没办法了，就变成英文。所以我觉得他们跟我说英文，原因是我也不太会跟他们说中文。那时候，对，所以第2步就是我怎么这么糟糕，什么都听不懂，什么都不会说。对，所以我在复习很多不同方法，看电影，看你们节目，看这些节目。然后最重要的是去 Hello Talk 上面。对很多朋友找人，找人。那个 APP 上有很多这种语音聊天室，所以大家可以不露脸聊天，对，然后顺便学了很多文化。我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是住在，北京、成都、海南都是在 Hello Talk 上认识的，对吗？都是认识的。上面一开始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懂。
想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中文，可是人家讲话全部都不懂，因为他们把一个动词放在一个名词前面，两个不懂就接不下去了嘛。对，然后所以就好尴尬，我每次说对不起，听不懂，可以再说一次，再说一次。你可以说再说一次几次，可是我觉得我学语言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不怕，我很喜欢看看错吗？对，我其实来这里想要跟你们聊天，我觉得我一直在讲话，对。可是我比较喜欢讲话，然后不怕讲话，然后不怕人家听我说话，我什么。很好，对，说错了怎么样？没关系，人家对，人家一天到晚笑我话，然后对，一天到晚在笑我说的，我无所谓，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敢说中文的。对，所以 Peter 你在 Hello Talk 你都会进那个都是母语是中国人的那个房间吗？还是说你跟其他国家的学习者一起聊天？你母语一开始就是母语都是母语的，那很厉害。我现在学西班牙语，我都是跟母语的说，因为我不还有这样说，我在 Hello Talk 100%母语都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来自大陆的。对，所以我也是比较熟悉，我这里其实认识很多都是像台湾华裔，所以我也学了很多关于大陆的口音用语，所以我现在很多我觉得口音很多是台湾，可是也会说什么对吧，哥们儿这些，所以有一些混起来。然后看很多灿叔，我看你好多的视频，视频吗？对，视频。我还在你说你从那两位高手人学，就是把你的南方口音改变，对，怎么改成？所以我也在那里听你啊。我在机场的时候，纽约到洛杉矶，我在听你。你说讲废话什么？我在那里跟你一起说。对，我花很多时间在你平台上。灿叔那个真的更挑战，因为灿叔说的时候就是说的挺快的，而且就是我的速度挺快，用的词会更比那个中高级再高一个级别，我觉得。对，我两个东西常常说，就是从你学，一个是状态，因为你常常说状态，对，因为状态是常常会说，所以我听你说状态几十次，我说这个什么东西，我肯定要学一学。另外一个是等等，因为我说中文没办法把全部说完嘛，我就说等等，不知道的时候就说等等，然后再说。对，所以而且 Peter 他是不认识汉字的，他纯靠听。对，他纯靠听力。我要是说不认识汉字，我妈可能会伤心一点。小时候写毛笔，小时候学，第一是我学繁体字。那你说你觉得繁体字到简体字蛮容易的嘛？可是其实我30年没有学繁体字，所以看到繁体字会有一点点印象。可是你又要变成简体字，就全部就只是没办法。对，你直接看字幕的话会反应不过来的。对，肯定。我可能会认识200个。所以 Peter，你在8个月之前是中文已经完全不记得了。那你在这8个月的期间，其实你是很努力的在学习中文。其实我刚刚感觉是你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你的女儿，对不对？因为你们夫妻都希望女儿会2种语言嘛，对不对？对。然后你们决定了中文，所以你觉不觉得你学中文是有一部分是为了你的女儿？开始的时候100%是为她的。那我要说，我8月前我觉得我中文基本很好，因为我觉得我要给我妈妈一点 credit，对不对？基本很好。所以，因为我现在学西班牙语学了6个礼拜，才知道没有基本是什么感觉。对，muy difícil。回去8月时候，小时候我跟女儿说一点中文，可是之后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嘛，我说中文非常困难，也不地道，所以我就开始说英文了。到2年多的时候，我老婆就说你应该跟她说中文。我心里想，只有2种方法，一句中文都不说，或全部说中文。我这种心态不能
一天说5分钟中文，对 ，all or none，you know，your first or your last，第一名或最后一名，对。然后我就一直说，你不了解，我说中文说的不好，然后我一说中文就要通常要想，这会非常非常影响我和女儿的关系。你现在跟她好好的可以说英文，对，我跟她说中文，每次跟她说中文都会很苦恼，说不出来，她也不了解我，因为她环境都不是，像这个会非常非常影响我和我女儿的关系。对，她就说好，她不高兴也说好。那我说我也想我女儿说中文啊，可是我不想说中文，我想要是有个魔法棒可以叮她就说中文就好了，可是我真的不想要努力教她中文啊，对，所以又1年过了，她3岁多，我妻子一直这是我们常常吵架的原因，她就说她说我不会教她语言，因为我不会别的语言，她以后不会别的语言。就是你不教他，因为你的，我就好生气，道德绑架，我就说你要做什么？你以为你骂我几次，他就会说中文了？这么容易？但是你们已经决定了学中文是吗？就没有想学韩语，因为他太太的背景就已经决定好就是中文。就是决定中文。那当然知道社会中文的重要，对不对？这不是只是我会说中文，可是是非常重要的语言，一个趋势，特别是未来，现在已经了，可是未来说，对，这是我妈妈从1980几年，大家那时候大陆大家还是坐自行车，我以前说脚踏车，自行车，坐自行车的时候，我妈已经告诉我，小时候已经说，现在大陆看起来没有怎么样，可是未来，然后不会很久。那个我老婆就是把女儿就是每礼拜6去上中文学校，也不知道学了什么。我那时候我就是头脑会想一个东西，或者不想，对不对？做还是不做？她有一天就是跟我特别不高兴，她是说你为什么不跟她说中文？我就说气了嘛，不要大家都有不是。2/3有老婆理解这个状态对，他越这么说，你越不想做，是吗？对，我就说好，我是英文的嘛，说 Fine，I'll do it， 好，我做，做了，妥协了，不是这生气，他老就是这种状态，生气，我知道他是对了，我知道他是对，可是这个。就是非常影响我的生活嘛，这是我的，我只有一女儿，我们的关系是的，所以2方面，我看他说中文，开始跟他说中文的时候，他看我这样，他就说 ，Daddy don't do that， 说爸爸不要这样做，不要做，你看，那我就想，哎呀 ，OK 好，我要支持跟他，我要一直跟他说中文，可是2方面就是我自己要感兴趣。自己要提高我的水平，因为这个会太苦了，太吃苦，对不对？对啊，2个人都不舒服，所以我就开始学，我找一位老师 ，Gwendolyn，Hello， 我找一位老师，对，他是学播音的，他现在在 Brussels，可是他学播音，他是来自忘记了，可是大陆。对，然后看很多东西，天天跟人家聊天，然后开始还是不聊天，就是看这些非常，就是你知道那些 YouTube video 吗？不要说好，可以用别的方法说，对从那里开始的，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背景说中文还可以，声调还可以。可是那么久没有说，我就觉得我的中文开始说了有一点这样子，不习惯音调，就是差不多可以了解。对，可能没有那么差，可是差不多。然后慢慢来，我教女儿的时候，她就慢慢理解了。然后就这样说，比如说，要是你今天是 cook 炒菜的人，对不对？然后你是炒素菜，对，你的餐馆是素菜。那大家喜欢吃荤的，你不能就随便
水煮一点放在前面嘛，你要把它烧得很美味。所以我跟女儿的时候，我不能说，哎，女儿，我要跟你说一点中文，你听听我，我就要非常 engaged，对不对？对，投入进去，带着感情进去，对。我就说你要不要吃这个苹果？这个红苹果好好吃。然后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告诉大家，因为你是从一个他们全部不懂的地方，对不对？那到3岁，因为还要说我的女儿很可爱、很聪明，她的英文已经说的很不错，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她很喜欢讲话，对不对？很喜欢说话。她会说 ，Daddy, I want to drink some milk。所以我就说，哦，女儿。你想要喝牛奶吗？你想喝冰的牛奶还是温的牛奶？那他说什么，我就用中文跟他回怎么说？这个重复一遍，对。然后当然，当爸爸的时候很爱小孩，可是也很累，所以有的时候跟他玩一玩，有的时候就要放松，你看这个节目或玩一玩，我在这里，对不对？睡一会儿。可是要教小孩语言，我特别有兴趣，也要他学，所以我们可以沟通好一点。说中文其实没有把我们关系拉远一点，就是把我们非常非常亲。那他常常会跟人家说，他想要跟人家教人家中文，他。现在我跟他说中文，他100%会理解，可是他回答是用英文的。可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我前面会用英文，可是跟别人会说中文。很好，对。我们现在有我们自己的语言，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一个东西，可以跟他就偷咪咪说嘛。那最近。他现在4岁，就比较调皮，比较不听话。对，他跟他那个妈妈在那里，那一直不听话，不做。妈妈说什么 ，Jovi do this do that do this 都不听。那我进来的时候就说，我就说不要我数，我说不要我数，女儿就立刻起来了，就乖乖去做东西。我老婆说3个字不要。4个字不要我数，不要我数。他说什么意思？Don't make me count，对不对？Don't make me count，不要我数。对，不要数数。他说哇，什么神秘东西？他说他就知道了。我开始数，就1、2、3，对，知道。太太现在有没有后悔？你们2个有这个应该秘密的语言，他都听不懂了。他太太可能会想要偷学中文啊，要听懂你。我想要他学中文。其实他几年前他很有学语言的天赋。他韩语说的不太会说，可是说的非常地道，像韩国人一样。他几年前就是我们还没结婚以前，在纽约的时候，他学了1年的普通话。对，他说普通话快要跟中国人一样地道。他不能说一大句，可是要是你说一句，然后他跟你怎么说 imitate 学你说，他说的很地道。他有这种天赋，因为他是学音乐的以前。对，所以他可能不想花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时间，可是天天听我们说。然后那个有一点奇怪，就是我跟老婆说英文，跟女儿说中文，常常就很多好笑的东西，就是我跟女儿说一个东西，然后就2秒钟以后，老婆上来说穿鞋子，put on your shoes， 然后我就说我已经说穿鞋子了，已经告诉她了。她说OK 好，所以天天都是两个语言告诉女儿，双语的。我觉得 Peter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觉得教女儿中文是有点浪费时间，会花很多精神，可能会把我们2个人的距离拉远。可是 Peter 的经验是，没想到教女儿中文之后，他跟女儿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变得更好。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除了女儿 Peter，你跟家人的关系也有一些改善，爸爸妈妈是不是？有没有改善？太多了。就是我现在跟妈妈爸爸说，说中文就
100%是中文。哦，我英文字都不会插进去，我或是这个怎么说？因为这是机会学，因为我觉得我旁边环境学中文一点都不，一位都没有，我不认识一个人跟他们说中文的。对，我加州有亲密的家人，所以有时候跟他们说一说，可是也比较少一点。所以跟父母说，现在全部说中文，我发现我妈妈爸爸是不同的情况。我妈妈是一直在美国公司做事的，所以可是我爸爸是一直跟华人做事，所以他的英文比较不习惯。他现在在这里看，他在睡觉，可是他从台湾刚到洛杉矶，昨天，所以第一就是我说中文比说英文慢一点，其实现在差不多了，可是我词汇可能少一点。可是说中文的时候，性格会变一变，因为说英文的时候比较美国人会说很多他不理解的东西，说中文，就是性格会变一变，然后要是我要描述我那些生活里的东西，就会慢一点嘛，因为很难描述这些非常特色的东西。所以跟妈妈的关系也还不错，然后学一个语言，你就会对那个文化有兴趣。对，要找原因说中文，所以我常常跟他，可能以前不孝顺的小孩，以前可能1年打电话几次嘛，对不对？对。现在1个礼拜3、4次。老妈你好，最近怎么样？大家好吗？有没有什么朋友跟他们聊一聊？要说爸爸的就是，我跟他开始说中文的时候，发现我们关系全部改变了。我发现我们这几十年说话，他多少都不太了解。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全部听不懂，有的时候比较不了解。然后我是那么美国式嘛，也是比较，就是差别比较多，不是语言就是文化差别比较多。对。现在跟他说中文，可以听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我觉得他比较理解我说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帮助我们的关系。那我现在也常常跟他聊天，所以这个是一个语言，就像一个门口，对不对？可是进去一个全部不同的世界。那我现在发现我很爱学那个语言的，所以我现在学西班牙语也没有什么原因。可是就是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学习语言，很多人都觉得是好像都是兴趣而已。但是我第一次听到像 Peter 分享的这么好，他学习语言不止跟父亲的关系改善了，然后又拉近了跟女儿之间的距离，还可以跟女儿讲秘密，对不对？老婆听不懂的秘密，因为你们用说没有，老婆听不懂，没有吗？没有听不懂，没有，因为比较是在世界外面的。外面的不敢说那个老婆的秘密，然后等一下可能有问题。对，然后我跟你说，肯定我现在他这个年龄，我说什么他就会跟人家说。那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东西，不要告诉人家，他就告诉人家。那他说我告诉你一个东西，可是我也要告诉你，我爸爸不要我跟你说。所以他不懂我的意思，可是他会全部说出来。然后 Peter，我们的频道常常有一些华人的同学过来就是问问题，然后我看到有问题说，就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那你觉得，毕竟你那么小就搬到美国了，在身份认同上，你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是美国人，还是说你更倾向于这个华人？哪一边多一些？我觉得一只猫以为是狗还是一只猫，可是我不知道我是猫还是狗。我妈妈小时候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她在公司，我每个答案都是好长一个。她小时候在公司都是跟老美做的，对不对？所以她就说她发现一个东西，在那里，因为她是做电脑关系，她说我在那里的华人都是很认真、很用功做。那开会的时候什么都不说，因为他说老板说东西，我没有什么说啊，我就在这里听听。可是其他老美在那里听，他们就会说，Oh Bob, that's a great point， 对不对？哦，老板你说的很好，对，我很跟你同意。对。然后我妈在那里就想，
哎，他什么都没说，把那个说起来干嘛？就是什么都没有说，拍马屁一点，对不对？他就跟我说，嘿，儿子，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在美国社会，不能只是认真用功，你要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就是文化差别一点。所以我一开始就因为那对我性格就是不是很自然的嘛。对，因为我还是比较东方的想法，可是我就逼我自己比较这样。我大部分客户都是美国人，然后我说美国人就是说，美国白人嘛，对不对？因为这里我们都是美国人，有护照就是美国人，对，所以我就很习惯那种方法。我觉得最近跟很多华人聊天的时候，还感觉特别有一个部分出来，因为我觉得长大的时候，我把我这些比较中国的压下去一点，因为我觉得在美国现在比较不一样了，现在觉得什么白黑棕什么颜色都是很漂亮，可是我长大的时候标准都是白人标准比较漂亮。甚至我记得我80几年、90几年去台湾的时候，看到大广告是卖那个尿片 diaper 那个纸尿裤、尿不湿、尿裤，就是那个小宝宝都是小外国小孩，外国小孩白人的，对，这些是卖给谁的？这小孩嘛，所以我觉得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就是看这些广告都是一种人，我是另外一种人，所以不要人家直接是吗？对，不要人家直接告诉你，你心里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最近我觉得学中文，第二就是你看，我也拍照很多这些怎么说中国演员或华裔，就是我拍照西木流，就是演那个上集的刘思慕，然后拍照阐述。给灿叔拍照了吗？拍照那我就说刘思慕他有聊一点什么时候拍的对，有视频，然后还有我做一个关于刘思慕的视频，他就说对，我还记得，因为我这些特别深刻，因为你知道学一个语言的时候，就是快要可以理解的时候，还没有理解，还记得在飞机上，我那时候飞到德国德国的时候，10几个小时在那里。我就是看你们的视频，看全部这些视频，一句一句把它 pause， 把它停下来，把我这个字典拿下来，每一个单词都放进去，每一个不认识的词汇，现在几百几千个词汇都是从这些视频学的。对，哇，回来的时候就发现现在比较多华人在电影里面，然后我拍照的时候，很多化妆大家都是华人，因为他们是特别早，都是差不多，所以就有为个人有一点骄傲嘛，就是以前没有这种事。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 Peter，我本来以为我们只会聊摄影的，没有想到，我觉得我发掘到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学习中文不只是学习一门语言，它还会让你有一些身份认同上的改变。而且 Peter 来说的，学中文让他个性也有点改变，有点不同了啊。对，然后也对亲子关系增进不少，所以我觉得学语言真的是好处多多。那这个 Peter 今天很高兴邀请你来，你这个分享我觉得独一无二，真的太棒了。那 Peter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邀请你啊。好的，很高兴跟你们聊，很高兴见面。还有 Peter， 如果大家想看你的照片，他们怎么可以找到你？怎么找到你的照片？那个 portfolio 那个怎么？照片就是我现在可以说一说，就是就是 peteryang.com。然后我们会 Instagram， 那我们会把它放到那个 description 里面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啦，谢谢 Peter， 我们下次再次感谢 Peter， 下周时再见喽，大家再见，拜拜，拜拜。